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你看到标题了，不是标题党。今天的内容会打开你的眼界，提高你的智商，甚至提升你整个人的逼格。不仅让你了解美国的真实历史，深层政府搞川普的策略，还能让你重新审视婚姻和人生。虽然婚姻的部分要等到下集再讲。甚至今天我们有官方文件承认了深层政府的存在。但这一切都要从2020年11月2日大选的那一天说起。当时深层政府的智障们正在忙着作弊，而川大爷却签署了一个行政令，建立了一个1776的委员会。这帮人很快就出了一个报告，叫1776报告。你一听可能会觉得那什么东西很重要吗？脑子不要这么简单。你想想，川普通过行政令火速建立委员会，然后委员会火速发了报告，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就是川普有重要信息要传达给我们这些韭菜呀。但是小明教授环顾中文时政圈，竟然没有一个智障关注川大爷的这个信息，我十分的心痛和愤怒。于是小明这个集才华、胆量、智慧和精神病于一身的人，不得不扛起历史的交代的任务，为韭菜同胞们解读川大爷想说的话。那1776报告说了什么东西呢？有这么几个部分：一，现在的美国是个假美国，而川普要建立新的美国。二，美国独立的真正意义不是脱离了英国的统治，独立宣言真正的意义也不是宣布美国独立了那是什么呢？三，美国的宪法真正意义不是建立法治，也不是什么狗屁的三权分立一个共和国如果想要长久，根本不是靠什么狗屁民主制度。如果你现在还看到有智障在说我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200年的民主制度，赶紧远离他，知道吗？他在重复垃圾学校教给他的谎言。四，美国建国真实的历史，这包括了美国历史上面临的动摇国本的危机，以及深层政府是如何摧毁美国的。婚姻、家庭与川大爷梦想建立的美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六，美国的教育系统甚至是全世界的教育系统都是谎言，把后代都培养成远离保守的左翼。七，真正的美国意识形态是什么？美国法律的意义是什么？八，如何实现美利坚的伟大复兴？对， MAGA 不是口号，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而这个基础不是就业，不是经济，更不是美国优先。那到底是什么呢？继续看了就知道了鉴于篇幅今天只能讲到4明天会讲剩下的。首先我们来科普美国独立的真相这个历史真相被掩盖住了。美国的独立不仅仅是为了美国人民而独立的，是为了所有的人类独立的。美国的历史就是人类坚持不懈寻求自由正义的历史，而美国的政府执政原则就是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的自由无限放大。哇，这逼格太高了它为什么这么高呢？它怎么就这么高呢？这要从1776年那个充满文字的夏天说起。我们都知道美国是1776年成立的，也就是说1776年以前没有美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美国人民或美国民族。当时有的呢，只是生活在美洲殖民地的英国野人、印第安野人，还有墨西哥野人，还有无数的黑人奴隶不知道有没有亚洲劳工，他们都是英国国王的财产也就是用来收税的韭菜了。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只有交税的权利。但是独立宣言赋予了他们权利，然后美国就诞生了。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个国家的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之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群韭菜们要怎么快乐的相处呢？英文有个词叫 ethnicity， 中文的翻译叫族群，一般指一群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美国的第一首席大法官 John Jay在联邦论是这么描述族群的，说他们是有相同的祖先、文化、宗教，一起经历过苦难，一起斗争过，有相同的习俗和行为举止，并且建立了自由和独立的一群人。那么问题又来了，
当年在美洲的野人智障们符合这个定义吗？不符合嘛，他们就是一群在大自然的荒野上穿着衣服奔跑的野人而已呀，还不是同一个妈生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共产党动不动就吹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族群认同的假象，为民族主义和煽风点火转移视线做准备。所以要怎样才能让这群智障开化并且团结起来，并组成一个稳定的国家呢？需要6个东西。1. 信仰原则， 2. 行事方法， 3. 习俗， 4. 宗教， 5. 语言， 6. 为正义付出的精神。这里面占绝对分量的重要因素就是第一个，人们所信仰的基本原则，但光靠这一个是不够的，所以你需要其他5个元素来辅助。我们先看看这个原则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先要让这群不是一个妈生也不是一个妈养的野人们拥有同样的原则和信仰。但是美洲的这群野人素质很低啊，他们可是连乘法表都不会背的人，更没有考上985、211这样的超一流大学。你要他们有什么原则？他们可能只知道黄金是硬的，纸钞是软的，鸡鸡既能硬也能软。所以这个原则需要符合一些条件，首先是它必须要符合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而且真实有道德。最重要的是，这个原则可以被任何智障理解，而且是毫不费力的理解，不仅理解，还要打心底认同。同时，这个原则不能被任何别有用心的傻逼歪曲，就是他们不能通过玩文字游戏像什么法律条文那样左绕右绕，然后呢把黑的解释成白的。权利宣言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辩论。那什么样的概念才能符合这么多的要求呢？那就只有自然的法则和上帝的法则可以。对于有神论的人来讲，上帝就是他们那个宗教管事的那个但是对于无神论来讲，上帝就相当于天道就是这个宇宙运行的原理那上帝说什么呢？他说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哇，大气！正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在别人不同意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统治他们或者代表他们。怎么可能人人平等嘛？你和比尔盖茨这种富豪平等吗？你和爱因斯坦这种天才平等吗？你打篮球有库里打得好吗？你身体有詹姆斯强壮吗？滚！上帝衡量人的时候，不是像高考一样给一个科目，然后给这个科目打分你的分比他高就比他牛逼。错，人的智慧、身体素质、财富都不是把人分为3、6、9等的理由。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你是所谓的精英学历比我高，钱比我多，你就有理由来统治我，代表我。所以精英治国这个理念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也就是违反独立宣言，也就是违反美国的建国根本。共产党知道这个原则，所以他拼命地洗脑中国这群智障，同时改变学校制度，让所有人都为了什么学历、好工作、买房买车这些智障理由倾心倾城。达到这些标准对于一般韭菜很难需要 N 年的苦读，经历担惊受怕、痛苦缠身，才终于能进所谓的名校。那是对于统治阶级的高等韭菜来说，他们要进名校或者往银行账户里面多存点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所谓的精英治国制度让他们更容易统治一般韭菜，一般韭菜也会觉得那是我没本事被统治也是应该的嘛，谁让别人的学校比你好，钱比你多呢？你以为就中国是这样吗？错，美国也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不然你以为为什么美国会要搞个什么常春藤学校，就是为了过滤掉一般韭菜的，知道吗？只不过中国作为欧美国家的实验室，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登峰造极。可以关注我接下来的高考系列第2集，什么时候出来我不知道，但应该快了。那回到独立宣言上，为什么需要有个宣言？是为了打广告吗？肯定不是美国人如果单纯的要独立，直接就独立好了呀，干嘛花这么大力气写什么宣言？原因就在于独立宣言的作用不是宣布独立，
刚才说了，是为了建立人类的权利，阻止所有的合法的不平等，阻止所有的君主制度、精英专制或者任何违背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制度。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精神，这个精神不限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寻幸福的权利，同时每个人都有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这就是独立宣言的意义。感觉自己好牛逼哦。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要怎么样让一群智障为了国父的伟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呢？答案就是宪法。法律是国家的基础，在集权国家，国王是法律；自由国家，法律才是国王。在1787年，美国人建立了这个东西不知道中文的学名叫什么，相当于建立了宪法。在宪法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人权三权分立的政府。那政府的工作是什么呢？建立司法维稳，提供国内的保护和社会福利。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侵犯个人自由，比如不能因为你要防病毒就强制我们打疫苗。那为什么江介要写联邦论啊？因为当时美国有13个州，他们需要有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上呢，建立一个体系，阻止美国被国外渗透，还要避免内部冲突，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是呢，这些体系在宪法建立之前已经完成了，所以宪法需要尊重这些已经存在的体系，所以联邦政府是在州政府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州自己本身就能打理各种事务，所以在那个时候，联邦政府被设计出来的功能就只是完成涉及全国范围的工作比如说调节州之间的贸易、国家安全之类的，同时让各州管理自己的事情同时能让他们竞争他们一竞争就会有实力，他们一有实力就会制衡国家政府的权力，因为三权分立并不保险，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联邦政府管这个管那个，就是违背美国精神的，管得太他妈宽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宪法修正案的前10条就是权利法案，但是人的权利不局限于权利法案提到的那些权利。大家知道了，宪法给予了韭菜权利和自由，谁最不开心？深层政府韭菜什么都能做，我们还怎么割他们？所以从美国建国开始，一群深层政府的智障就开始策划如何不断的攻击弱化美国宪法，然后他们才能做不可告人的事情。国父知不知道以后会有智障要这么做？肯定知道嘛。所以宪法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同时宪法也不是完美的，在历史的长河中需要不断的改进那问题就来了，当智障们找到理由改宪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把宪法往好了改，还是往坏了改？时代是会改变的，对吧？那在1776年的时候，宪法的敌人就只是暴君而已，现在宪法的敌人可就不是个连 iPhone 都没见过的暴君了。所以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试图颠覆美国宪法的敌人和手段，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说不定有些敌人会让你觉得你可能在梦中见到过。1. 奴隶制度。在美国的学校近几年掀起一股文革风潮，堪称美国版的破四旧，其中一个就是抛弃美国的历史和认知，污名化美国国父。怎么污名化呢？就是说当时的美国国父们全部都拥有过奴隶有过奴隶的人居然跟自由搭边，这能接受吗？所以必须要把华盛顿和他的小伙伴们给我批倒批臭。各位韭菜同胞，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句话说的简直好有道理？肯定没有道理那当时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首先，奴隶制度肯定违宪，富兰克林反对奴隶制度，江介作为首席大法官也反对，一个曾经做过黑奴的领袖也公开反对，所有的国父都反对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财产这个概念。
因为独立宣言已经说了，人人生而平等，保留奴隶制度就是对宪法的破坏，也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破坏。但当时没有完全的废除奴隶制度，其实呢是一种妥协，因为奴隶制度深入各个地方，为了联合一部分人打内战，国父们呢没有激进的完全把奴隶制度废除，但是在经过惨烈的内战，60万人牺牲的代价过后，奴隶制被成功废除了。所以国父们的妥协就是在废除奴隶制度的道路上曲折的一步而已。那破坏宪法的第二个敌人，学名叫做进步主义，没听过哈？我们现在一般叫白左。这个主义呢，基本倡导文革破四旧那一套。总结一下呢，就应该是这样抛弃传统概念，拥抱新的未来，什么家庭、婚姻、终身伴侣，不抽烟、不喝酒、不嗑药，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讲，什么法律三权分立，开玩笑那些都是200年前的老古董好吗？我们现在需要新的法律和制度了我们怎么能让一群连 iPhone 都没见过的智障来告诉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呢？我们要从实用角度出发，要以科学作为基本方针就是科学发展观了同时我们要不断的添加各种规章制度要好好管管这群韭菜，不让他们乱搞事情。可能有些人挺想反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有什么错呀？当然要以科学为准的呀这个问题在这里呢太占篇幅，就不讨论了。那学术点说，白左的认知是这样的，他们觉得集体的权利高于个人的权利，甚至个人权利根本不存在，甚至宪法也是在不断进化改变的他们随时可以添加新的权利，同时可以拿走老的权利，然后搞一个大政府管你，同时大政府花销很大呀，他们还可以多收你的税。这样的政府独立于立法机构、人民，甚至是宪法，是行政、司法、立法外的第4个分支，而这个分支不受选举和任何权利的约束。所以这份官方报告把这个权利定名为 Shadow Government， 这是学名，俗名就叫后面的朋友拿起你们手中的荧光棒，跟我大声一起念出来，深层政府。所以官方文件已经承认深层政府存在了。接下来第3个敌人，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主要是想消灭自由和权利，这个玩意儿呢是当年墨索里尼为了应对在俄罗斯崛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智障玩意儿，跟白左一样主要寻求权力中心化，让所谓的精英来控制政府。然后呢，希特勒看到这个宝贝任督二脉瞬间被打通了，他又往里面添加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然后呢，法西斯主义就正式诞生了。所以这里就介绍第4个敌人，我们都知道他，共匪主义不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当年发表了一个伟大言论，他说人从古到今都在为同一件事挣扎，什么事情呢？就是想方设法在2个阶级之间流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所以为了消灭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消灭其中一个阶级，那就是那个有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资本家呀，资本家就是剥削其他人的呀。所以如果大家都是穷逼，那谁也剥削不了谁了。但是那群有钱的智障是不可能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富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他们干掉。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从什么985、211毕业的人才实在不行呢就常春藤那群人过来也凑数也可以让他们来分配财富，让他们决定这个市场该怎么运作。谁叫他们学历高呢？学历高就懂得多呀，你也肯定想被一个985毕业的人割韭菜嘛。于是基于这种思想，出现了当今美国的第5大敌人，种族歧视和身份政治。宪法第19修正案终结了奴隶制度，但是并没有终结全国人对黑人的歧视。终结歧视的道路十分曲折，曾经一度牵扯到了波及全国和各个社群的黑人运动。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才的名字，马丁路德金。
他让国会通过法案，让最高法院通过修正案，才在法律上结束了对黑人的歧视。但是现在的白左主义就是进步主义了，在这个问题上做起了文章，非常明显的分裂了不同的种族，就是现在的法律还有文化都会以保护某一个种群为名义，专门为那个群体设立保护机制比如前几天大家发现油管名字居然变成了什么 BHM， 对吧？也就是黑人历史月。再比如呢，以保护黑人的名义通过黑人救助法案，说给黑人发多少多少万亿的补助。再比如呢，以保护黑人的名义让学校必须收多少多少黑人名额再比如以保护变性人名义，给出平常人认都认不全的什么性别称呼如果你没有用对称呼，那就要坐牢。然后我们总结，你们发现这些美国宪法的敌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直接攻击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宣扬什么？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那就是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经同意代表或统治其他人。比如精英政治，就是让智力和财产比你优秀的人统治你，这是违背美国精神的。身份政治和种族歧视也违背人人平等的真理，所以这也是违背美国精神的。所以进步主义所有的概念都违背了独立宣言。这就回答了宪法修改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宪法是往好了改？就看修改的条例是不是遵守独立宣言。比如让黑人和女人有投票权，这就符合宪法。如果你要取消枪支，那就不符合宪法。美国有世界第一的军队，所以要用武器打垮美国是不可能的。要打垮美国，就要从思想上打垮。你知道深层政府试图通过搞乱婚姻和家庭来打击美国和川普吗？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小孩都是左逼吗？看了下集就知道了。顺便关注我的播客节目，还有我的电报频道，还有电报的讨论群和 Discord。我们下集再见，拜拜。